一家快递公司的送货员约翰，他一年呢最高的收入只有$14,000而已。而当他老年的时候呢，银行里的钱呢却积累到了$7000万左右。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呢？答案就是他做到了一个关键步骤：自动化投资。每当他获取收入的时候呢，就自动化的把其中的20%转到 ETF 的投资基金里面。几乎数十年来的这个复利效应，就自动化的成为了一个千万富翁。最后呢，更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献了出去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就特别来和你分享一下这个让他变成千万富翁，也是理财新手一定要认识的 ETF。3D 特质带你闯江湖，低风险、低成本、低难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郝燁。我时常呢在社群媒体上都会遇到很多网友问我说：“我是新手，应该要怎样做投资啊？如果我刚刚出社会，钱还没有很多的话，可以投资吗？怎样开始比较好？”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。首先，新手要投资，当然要小额小量，先熟悉选择你的这个金融工具，可能是股票、债券、ETF 等等的，才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。再来，钱不够多的时候要怎么投资呢？当然可以，现在许多的平台都提供这种零股的交易，而许多的这种共同基金也可以用一个单位的方式来购买的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对于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来说，可以好好善用的投资方式。那我们要怎样开始？很多人往往会犹豫不决，担心自己懂得不够多。那我想要跟你说的是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可以开始的，而是你是开始了之后呢，才会变得很厉害的。那么今天就要跟你推荐备受这个市场推崇的散户救世主 ETF 指数型基金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因为 ETF 交易模式虽然跟股票相同，是可以直接在股票交易所里面可以得到买卖的，但和股票相比，它的交易成本更加的低。以股票来说的话，交易税为 0.3%， 而 ETF 呢却只有 0.1% 而已，也就是说 ETF 交易税仅是股票的1/3。此外，风险分散更是 ETF 主要的特点之一。相对于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而言，它的交易方式更加的简单。如果你平时没有太大的时间去研究股市动向，那么今天就选择一档不错的 ETF， 采取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，开启你的理财人生吧。ETF 指数型基金的全名是 Exchange Traded Funds， 它既拥有股票能够在股票交易所买卖的特性，本身也是一档能够做到分散风险的一篮子基金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单买股票，有可能会因为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出现了这个弊案，又或者是失去了某个大客户的订单，而导致股价像云霄飞车般的跌落谷底。而 ETF 呢，是投资一篮子的这个股票的基金，反而能够避开这样的一个风险。那这边呢，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。假如今天你妈妈请你到这个黄昏的这个市场去购买猪肉，但是你没有买过，你不晓得哪一家的品质比较好，哪一家比较新鲜。这时候刚好市场就推出了这个精选的这个组合包，那么里面呢就包含了10家的猪肉饭摊的这个猪肉。这时候你买了这个组合包回家之后，尽管你发现有1-2家的品质不太好，但是整体来说品质都是还可以接受的。这也就是我们将投资的分散风险概念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而精选组合包也就是 ETF 的概念，避免让你因为买到品质不好的猪肉而晚餐变得不新鲜了。那为什么 ETF 适合新人投资呢？因为它的风险低，交易方便，而且根据不同的产业类型的 ETF， 投资人更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投资标的。ETF 可分为股票型、债券型、商品型的。股票型的 ETF 就包含了区域型、欧美地区的、单一国家型的、美国、中国、新加坡、印度等等的；产业型、标普500、科技指数、金融指数，也有主题型的，比如 AI 的、烟草的、高股息的。那么投资人呢，都可以自行选择感兴趣、比较了解的这个赛道来进行布局。那么债券型的 ETF 呢，就是在证券市场里面交易，提供给投资人参与追踪的债券标的的这个指数报酬的表现基金。也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散户投资人对于债券的这个交易比较陌生，要跟这一个券商来询价议价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因此呢，债券型 ETF 呢，反倒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。那最后商品型的 ETF 则有以下的分类，比如能源的，有石油、天然气，这个贵金属的黄金、白银等等，还有农产品的，比如大豆等等的 ETF。像是在2020年的这个疫情期间黄金的价格呢就持续的攀升，
比如道富环球所发行的 SPDR、GLD 黄金的 ETF， 因为有差价低、流动性高、交易成本低，不需要购买实体金条的优势，受到了许多投资人的青睐。很多人都会很好奇，到底 ETF 跟共同基金的差别在哪里？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好，因为这两者都是属于一篮子的股票组合，但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ETF 是属于被动型的基金 （Passive Management）， 主要是以追踪指数内的这个标的为主。而共同基金呢，是由投资经理人主动挑选标的的，是属于主动型的基金 Active Management。意思就是说，经过团队的研究之后，他们看好哪一个股票，就会将它筛选到这个组合当中，所以呢，手续费也会比起这个 ETF 呢来得更加高一点的。那其实呢，主动型也是有 ETF 的，但是呢会比较少，而且呢80%的这个主动型基金呢是跑输这个大盘的。那么近2年来，其实这个主动型 ETF 也开始横空出世，比如港股市场的 ETF 一直都是以被动式管理为主，但一直到2019年首次引入了这个主动型 ETF， 公营中金美元货币市场 ETF， 也就是亚洲市场第一个主动型的 ETF。不过目前交易量并不算活跃，因为其市场的波动性并不大，升幅只是徘徊在1到2% 之间而已。那这边呢，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在投资 ETF 主要还是希望简化整个投资流程嘛，降低所有的这个交易成本跟我们的风险。而主动型 ETF 的交易成本呢，也会比起这个被动型的 ETF 呢来高上应该有5到10倍的，所以呢就会导致投资人的投机动机低下。毕竟呢，市场数据也一再说明，基金经理想要跑赢大市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报道就指出，过去5年，美国80%的大型基金是跑输这个大盘的，而其他地区的数据也大致相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 ETF 广为被推崇的原因。好了，前面说了那么多，那么这边呢就来跟大家介绍几个还不错的 ETF。而第一档要介绍的就是 Vanguard S&P 500的 ETF，VOO。它是一档追踪美国500大企业的股票指数型基金，追踪的指数就是大名鼎鼎的 S&P 500指数。由于规模相当的大，而且费用极低，只需要 0.03% 而已，而且还有每个季度会配息，年利率大约落在 1.5% 左右。VOO 追踪的这个误差也是非常的小的，常年下来仅持有 0.05% 的这个误差，所以非常适合投资新手以及想要追踪美国指数大盘的这个投资人。不过呢，要注意的是由于成分股相当的稳定，如果说要有大幅的成长，那可能就不太容易，所以比较适合比较保守稳健的投资人来选择。那么讲完了 VOO， 一定有观众对于保守稳定这4个词感到有一点不自在，有没有能够再积极一点的标的可以参考呢？好，没问题。其实每个人投资呢都想要获利赚钱，但一定要在风险分散、资金分散的情况下做出投资才是王道哦。那么这边呢，我还挑选了一些关于美股相关的 ETF 来做介绍。那原因呢，是对于一开始接触 ETF 的人来说这个美股毕竟是全球最大的这个金融市场，所有的这个好的公司呢都会在那边上市，因此呢相对会比较稳定安全的。那么第二档要介绍的就是追踪美国纳斯达克100的指数 Invesco QQQ Trust， 也就是 QQQ。 那么里面的成分股呢就不外乎是这个纳斯达克市值最大的100家公司，主要是以这个科技股为主，也因为是科技股，所以风险呢也会更大一些，那么这个股价震动呢也会更加的剧烈。比如在2000年这个网络泡沫跟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呢，股价就曾经回档约 70%。当然上涨的这个时候呢，空间也是会大增的，适合比较积极可以承受风险的投资人进场布局。另外呢 QQQ 的费用呢是 0.2%， 可以算是中等的这个费率啦，是可以接受的。那么其中包含的这个成分股呢就有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特斯拉、这个谷歌、脸书、Nvidia 等等的。前10大的持股比例呢大约落在50多%左右。如果以产业来分的话，那么科技股的这个类比呢就占了 51%。目前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新兴市场的崛起，比如台湾、中国、韩国等等的国家，其中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当然未来事情谁也说不定，那目前这个美国的经济跟科技还是非常强劲的，但如果做好一些组合配置也是无害的。所以如果投资 ETF 的话，也可以投入一小部分的金额在新兴市场的 ETF 里面，比如 VMO 里面就包含了许多个新兴市场的股票跟国家。
巴菲特就说过，绝不要依赖单一收入，要用投资作为自己创造的第二收入。没有错，被动投资 ETF 是巴菲特相当崇尚的投资方式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好好的去研究股票，为何不让大盘帮你好好的赚钱呢？科技日新月异，时代变化千万，不变的永远是你想要变强的自信，在股市获利的决心，以及在金融市场闯江湖的原则和底线。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正视这个理财的观念，养成被动投资的习惯，为自己和家人拼一个更好的明天。最后，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投资获利的教学的话，也可以领取我给大家准备好的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， 让你可以快速的掌握股市的投资思路以及价值投资的标准。之后呢，我也会推送一些有关于投资的干货教学给你。如果到时候你觉得很烦，随时都是可以取消订阅的。OK， 那么以上今天的内容就讲到差不多了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全部的教学内容吧。也就是新手为什么投资 ETF。 第一，省时间，因为种类广泛，可以直接投资市场，不用研究个股。二，成本低廉，交易成本比较于股票和共同基金来得更加的低。第三个好处就是避开风险，可以分散投资，降低个股的风险。第四，容易掌握，透明度高，可以随时检视持股的成分。第五，领取免费的教学 PDF， 快速的掌握股市投资的思路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，也希望你可以在下方留言或分享你的理财观点，让我们一起更全面的了解投资理财的世界，通往财富自由的道路前进。我是熬夜，我的价值就是成就你的梦想，也祝福你可以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也喜欢我这一集的影片内容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，拜拜。